这能力太接近，神操作呀！力量，去你丫的！手转身后摆，他是中国拳坛当之无愧的搏击虎王，泰国最硬的男人遇见他都只能被爆头 KO 躺尸擂台。医护人员与裁判轮番上阵，足足救助1个小时，这才将老外从重度昏迷中拉了回来。单凭如此宏伟的战绩，就足以让中国大部分职业选手望尘莫及。如此精兵强将，就是中国大名鼎鼎的小胡铁英华。铁英华出道至今，参加过几十场搏击比赛，战绩十分优越，并且铁英华的职业生涯输过赢过，却从来没有怕过。出道至今已经暴揍 KO 了20多位外国精兵强将，名扬海外。今晚小编也将为大家带来铁英华职业生涯最过瘾的几场比赛，保证观众们看了竖起大拇指表示赞叹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看看今晚铁英华的表现如何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白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铁英华，黑色拳套就是泰国选手兴当。兴当这位选手可谓是泰国最硬的男人，那是因为兴当已经参加了几百场泰拳比赛，抗击打能力异于常人。尤其是他擅长伤害爆炸的扫踢，常常能将对方手臂踢骨折。铁英华虽然目前处于职业黄金发展时期，但是面对兴当这位泰拳狠人，还是需要小心行事。如实防御的，就是很多选手在第一回合、第二回合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到第3回合手抬不起来了。对，刚才先是低扫，再是中扫，2次都是有效命中。对，我们说过很多次，泰拳这种运动一旦练到功力型，就非常可怕。比如亚桑克莱，比如兴当。再来一个低扫的砍腿，他的砍腿实际掌握的很好，而且发力很充分。没错，2次，这大巧无功的这种这个武术境界。再来，小虎得进去啊！现在可不能生扛。刚才用前手硬扛了对手的高扫，左手的压力会非常大。好，想不到铁英华仅凭拳法就将兴当压制，这是兴当首次在中国打过如此狼狈的比赛，不仅被小胡铁英华追着暴揍难以还手，还在对峙期间失去了许多比赛点数。如果按照目前的比赛局势来看，铁英华就算不能通过 KO 方式取胜，至少也能让自己的比分处于绝对领先。这也是为什么兴当如此着急发起主动进攻的原因。千万别一直用手臂去防护兴当的转身后倒，漂亮！这下中扫啊，看着都疼。对，没错。当年兴当跟这个江通猜打的时候，江通猜已经气得走不了路了。对，这边又是连续的中扫，很为小虎的这个肋部感到担心啊。对，而且我为小虎的前手，因为前手主要靠他平勾的力量，如果手臂直接 KO 转身后摆，天哪！刚才这个转身后摆，我们看兴当直接第一回合倒下，转身后摆对神龙摆尾。就在铁英华刚刚击败 KO 兴当不久，兴当的众位弟子们却纷纷坐不住了，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接受自己无敌的老师会被中国选手击败，还是以 KO 的最终目标结束比赛。其中要数兴当的首席大弟子光东最为不服气，竟直接单枪匹马杀入中国拳坛，是要击败铁英华，为自己的老师报仇雪恨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现场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铁英华，黑色短裤就是泰国选手光东。对比起来，光东在比赛开始就保持得很谨慎冷静，因为铁英华可以一脚 KO 兴当，那也足以用一脚 KO 其他泰国选手。随即开始与铁英华进行中远距离对峙，只有看到铁英华接近自己，才会打出凶猛的拳脚，还以颜色。看着一步一步在成长。是，铁英华可是 KO 过这个泰国的一休，KO 过兴当，还战胜过这个苏里亚斯苏库塞。这个对于泰选手再熟悉，我觉得四天王对于泰选手都是再熟悉不过。对，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这种泰拳的风格，对于铁英华来说，也许未必他能战胜你，但对于你的这个战术，他并不陌生。对，转身后摆，转身。今天铁英华的状态跟之前不太一样。对啊，就像肖哥说的，感觉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这种感觉。对，这个感觉就是一个人这个精气神啊，还真是不一样。今天看了铁英华，我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啊，是一个完全是往上走的，就是冒光的一个。我不知道大家经过一番谨慎的拳脚试探，光东已经不打算保守处理，反而开始与铁英华进行拼拳换脚争夺比分。
而且光东还想凭借自身的抗揍能力玩命反击。当然，铁银华在拳法上根本不会做出任何让步，自己可是中国搏击界的保护神。如果自己不能连续击败外国选手，未来还如何保证中国拳坛受到更好的发展？但是我们看光东的拳的力量是很好，对，不过依然是典型的泰拳选手的风格，腰很硬，是很少做摇臂。我拳法、这重拳也可以的，真的是四天王里应该拳最重的是小虎，因为他的整个爆发力和肌肉力量好像最好。还是要小心的，对方还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对冷峻的重拳手，这个很可怕。对，连续的转身漂亮，但是再一个，但他防守还是很稳当，很紧，报价很紧，是。小心对方确实强势。这样苏拳，黄东也是多个冠军腰带的持有人，是连续大佛。也许就是其实所有泰拳手，特别是泰拳高手，并没有那么些花哨的，对，他们就是非常踏实的，可以带来最致命的伤害。我觉得光东还不是那种特别典型的泰拳手啊，拳法还是有一部分依赖。打法很硬了，很有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目前的铁银华已经完全熟悉光东的战术打法，不说能够100%的压制对方，最起码也能在擂台上轻松化解光东的一切擂台招式。但是光东这家伙就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人，还打算坚持与铁银华硬刚到底的拼拳。如果铁银华可以拿出与兴当对峙的凶猛架势，相信拿下今晚比赛胜利不在话下。转身变拳，哇！中了一个摆拳，是很重啊。正能踢面，对方一个扫踢，并不吃亏。后手拳，哇！全部都是拼尽全力的重击。对，这个是真好看。这两个这个重炮手的君子战是。右手摆拳，近身。没有追。铁银华推开，我们看，前手摆拳被对方躲开了，低扫，哇，低位的打斧力量好大。应该说，光东啊，也是一个这个值得敬畏的这样一个。没错，没错。只有这样的强悍的选手，才能诱出铁银华身体里的那个潜力。确实是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演员之间可能要挑对手，尤其是在场上拳手，对手也很重要。是。光东在进攻的同时，还注意着自己的防守，是蛮厉害的。就是面对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，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比赛，能够往往激发出一个选手内心当中另外一股未知的力量。是。由于铁银华已经完全进入比赛状态，光东的小伎俩也被铁银华彻底看穿。这家伙只是继承了兴当的抗击打能力，却并不能打出犀利刁钻的拳脚招式，一击毙命。想到这里，铁银华就开始加强自身攻势，一定要尽可能的在回合铃声敲响之前结束比赛，避免光东打完比赛还不服气，继续挑战中国选手。进去。这个还是很突然的。转身的后蹬，他动作连续性很好，是协调性很好。比赛时间也不多了20秒，铁银华还能不能打一波进攻？对，看最后的这个10几秒的时间，铁银华能不能输出一组啊？第3回合的铁银华感觉不如前2回合凶猛。整灯。来一波输出，后排躲开了。哎呦，真的赏心悦目。哇！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铁银华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铁银华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